虽然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川普身边的幕僚非常多，但是里面最鹰派、对中国非常凶悍的只有一个人，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做纳瓦罗，而且他非常懂中国，而且他非常讨厌中国，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叫做《致命中国》。那今天他提出一个观点，他说为什么美国今天一定要把伊朗给端掉，一定要把伊朗给拿了下来？他说，因为使伊朗中立化的方法。就是除掉原油价格中因伊朗恐怖活动而产生的恐怖主义溢价。什么叫恐怖主义溢价？它形容因为伊朗有非常多的小老弟，有真主党，有哈马斯，有胡塞组织，他们不爽不开心，就把海峡给封锁，他就去炸油田，让全世界的油价上上下下，甚至涨得非常非常多。它里面提供一个数字，他说在45年之内，全球的 GDP 因为他们这种恐怖主义溢价、恐怖主义的方式少了10兆的这个金额，所以今天当恐怖主义蔓延到这溢价上面之后，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让伊朗中立化。什么叫中立化？你今天的石油会非常的便宜，而且你石油一旦便宜之后，你过去是完全是买贵的情况之下，你以后拿到的石油去制造商品也会非常便宜。对，没错。事实上，我们要听听纳瓦罗怎么说。为什么？事实上，这个 Peter Navarro 他就是这个川普最重要的智囊。他曾经写过一个《致命中国》。那这个《致命中国》的书呢，就是后来这个川普呢，在2016年上台之后，对中国打出所谓的经济战的最重要的一本参考书。所以就他是这个川普重要的智囊。那好，他也因为这个挺川普去坐牢，所以他这次出来之后，当然是川普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这次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打伊朗啊？”他就说：“要让伊朗中立化，要除掉因为原油价格因为伊朗恐怖活动而产生的恐怖主义溢价啊，恐怖主义溢价。刚才这个主持人已经有提到，就是因为你看你发动这个攻击之后，会让这个价格往上升，这个就是恐怖主义溢价，让这个价格呢偏离完全正常的这个水准。好，那于是呢，你要说，哎呀，那就只有纳瓦罗，他本来就是很鹰派，他这个就是有点疯疯癫癫，他这样讲啊，哦，他问题是，你要看他说华尔街贝莱德，贝莱德可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啊，他的执行长拉里芬克说什么呢？这场战争会带来正面的影响是，如果冲突得到解决，或是使伊朗被中立化，他讲的是中立化，一模一样哦，不再是全球的威胁化，他们的能源市场向全世界开放。我相信长远的来看，最大的可能性是能源走低，而不是走高。所以今天是美国政府跟华尔街的态度是一致的，对，就是把伊朗中立化。过去大家所有的石油你买贵了，对，所以又没有买贵了，所以这释出一个讯号，什么讯号呢？打伊朗这件事，华尔街搞不好也支持，对，还有美国的右派，还有美国的军工体系，搞不好他们都是支持这一次对伊朗开战的这个过程。好，那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个，因为你只要能源成本一低之后，通膨就下降，这个当然可以解决这个川普的这个困难。再来就是说，你要想到，对，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说，那他搞不好只是要对付中国，对不对？好，那是不是对付中国？当然是要对付中国，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因为他过去就是要对付中国，在《致命的中国》里面写到，中国就是低价倾销。那我问你一件事：如果假设能源价格很低的时候呢，中国那种低价，它就毛利会丧失。对，毛利丧失的时候，其实在油价低、通膨低的时候，其实对中国的低价产品是损伤最佳严重的。所以过去我们知道中国的商品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它可以拿到非常便宜的油。对，那我们这一群傻傻呆呆，我们是买比较贵的油，对，因为有这种恐怖主义的关系。是，但今天伊朗一中立化完之后，大家的起跑点是一样的，是你的廉价商品你出不来了。对，就过去几年来说的话，就如同主持人刚才照我讲的，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低嘛。你看，我们国际都拿8、90块，你中国拿比别人便宜个8块、10块、20块，那你当然可以用低价倾销。但是问题是，这个恐怖主义消失之后，全世界是平的时候，你拿不到低价，你搞不好拿的价格会比较高。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产油，你要从美国运过来，你的价格会比较高。所以反而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中国会遭殃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Peter Navarro 会讲出这句话。我觉得某些程度来说话，其实他们也在设想。低油价的状况之下，其实最大的受害者的话，搞不好会是中国啊。而且松哥，为什么叫做恐怖主义溢价？你看到伊朗发狂式的轰，发狂式的炸，你看那些画面。
这就叫做恐怖主义议价。对，没错，恐怖主义意下就是说呢，我在这边造成这个中东的混乱。中东混乱，你看他们现在炸油轮啊、炸商船啊、炸一大堆，大家都乱炸。他们从开战以来的话，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炸了14艘船。那14艘船的时候，而且他们不止炸这个油轮啊，商船他们也炸啊，对，包括说泰国的这个散装货轮，散装货轮在装什么？散装货轮一般来说就是装什么大豆、玉米、小麦啦，或是煤铁啦这些东西，它也炸，对，它这个也炸。它所以它不是只有破坏石油资源了，它连这种大宗物价它也炸，然后包括说一般的这个商船它都炸。炸之后，你看他们伊朗军方的指挥官的发言人甚至还说，请全世界准备迎接每桶$200的这个油价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它就是不断的炸到什么？炸到连中国的船都非常害怕，中国籍的货轮呢都看到这个，前方被炸，我被跟浪杠，对不对？那甚至在阿曼这个地方来说，有中国籍的船员就目睹了被炸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事实上它现在是炸到连中国我都炸了。对，好，那就有人就用这个，我们知道以前的小时候了，我们可能是赵和小时候玩过的这个踩地雷的游戏，这以前超好玩的。对，没错，大家都想说，你看，就是很多地雷真是别人那船子都经过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把这个踩地的游戏跟荷姆斯海峡一样，地雷嘛，这边一颗地雷，对，这边一颗地雷，是现在的荷姆斯就是这个样子，对，就跟我只要走错一步。我就继续 game over 了。对，问题是游戏你可以重来，这个不能重来啊，我命都丢了。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船公司不敢去，就造成了你刚才提到的所谓溢价的现象。对，所以呢，Navarro又在这个电视上讲了，他说你看。这个因为伊朗恐怖主义的溢价，让全世界损失$10兆左右的一个数字哈。那$10兆，所以他就说，我想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油价不会回落到每桶60块，但是会慢慢的随时间这个推移，还会继续的往下降。对，他说，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造成石油的价格比实际上市场的状况大概每桶上涨了$5到$15左右，所以让 GDP 放缓了这个10兆。他说 ，boss 就是川普，他在下这个3D 国际象棋哈，这样一个状况，他明白就是石油价格往下降的话，才能够对全世界好。好，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讲，伊朗它的这个石油的这个成本大概是$10。那如果你看油越高的时候，伊朗是不是赚的越多？对，所以等于是伊朗它不止因为油价高，它可以赚的更多，然后让全世界想有这个高油价的这个压力，然后我把我的低油价卖给我的盟友，反而是我的盟友受惠啊。这就是他是认为的说，这个就是恐怖主义溢价让全世界造成的损失啊。那你看，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全世界都被迫买比较高价的油啊，这就当然是我们全民的损失嘛。哈，那我想。事实上，美国有没有因为高油价受惠？当然也是有啦。你看，因为美国 LNG 有没有 LNG？因为美国的 LNG 呢，它目前为止的价格大概比市场便宜2成到3成左右。所以虽然说他们现在说高油价未来会低油价，在那高油价的状况之下，反而让美国 LNG 的市场呢，目前为止推高了非常多的这个状况。好，那我们刚才也在对比嘛，对比说，你看伊朗每桶开采的成本大概10到30块。那你看，那包括说像西德州原油目前93块，这个乌拉尔这俄罗斯原油85块，那布兰特98块，所以你看它有非常多的溢价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油价原本是80、90块，你往下降的时候，当然所有的生产成本都会降低。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简单来讲，油价下跌之后，所有塑化原物料产品全部都会下降。塑化原物料产品下降之后，譬如说 NBPC 这个 notebook 全部都会降价。对，所以当然了，以美国的立场，它当然是希望把油价压低。油价压低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低，这就是美国要的这个市场。那美国又可以控制整个原油市场，当然它要它涨的时候也可以让它涨，要它跌的时候也可以让它跌，这就是美国。所以今天当美国跟其他国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其他国家因为伊朗的恐怖主义关系，它的商品制造变得非常好，成本会很高。是，但今天你把伊朗除掉，对，让伊朗中立化之后，那这些做产品的，它的制造成本变低了，它的商品也变得便宜了。所以美国为什么今天还要进来？我买东西我变便宜了，我为什么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恐怖主义溢价就是从这而来，好，这就是他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个分科就说了嘛，连华尔街都已经说了。对，没错，他就开始，华尔街已经开始定下一个没有这个极端政权的这个新中东嘛。他说，如果这个获得这个伊朗被中立化的时候，能源价格就会走低。所以他就说，即使面临到关税还有油价上涨的压力，他并不甘心通货膨胀。就短期的确会有通货膨胀啦，对，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哈。那除了这个分科这样说，我们这个华尔街也加入说要伊朗中立化之外，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当然锁定的目标还是中国嘛，所以他就事实上在
纳瓦罗写的这个《致命中国》里面这本书里面，他就有讲到，中国有非常多的这个手段来对付全世界。简单来说，中国在稀有金属，就是稀土那些的这个交易市场，它大玩所谓的垄断的游戏，它就利用国家为后盾嘛，它用国家力量把所有的这个创业国家都完全低价倾销，把它干掉之后，然后收购，然后就有垄断的这个状况，垄断的状况还在让这个价格再可以翻转上来，所以等于是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先用国家力量干掉民营企业之后，然后再翻转过来，所以这等于是说，我要让这个因为高价的状况下，造成全世界受到中国的这个控制。另外第二个是说，如果美国要对付它的时候，要对付它减少逆差，要中国进行汇率的改善，简单来说，就汇率只要把人民币往上拉升，当然出口就出问题了，下问题。所以纳瓦罗说，中国对出口最大的依赖是中国经济的这个阿基里斯腱，所以只要中国的出口下滑的话，中国的这个国家统治阶层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看油价下跌的时候，当然就会让整个中国对这些控制这个资源这个部分会慢慢受到影响。我也可以这样慢慢拔掉。当今天油价往下之后，你的制造业吃香了吗？没有，你完全不吃香，你会变非常惨。是，而且它对出口这么大依赖的情况之下，你又没办法去出口的话，对。那你中国倒大霉了。对，所以他接下来要对中国什么金融战，就是除了让原料价格之外，金融战是下个阶段可能美国会对付中国的方式。对，那我们就跟他讲，事实上伊朗的这个油非常低的这个状况来说，我们不是说吗？它的油非常低，所以油非常低的时候，照我讲，他除了把油卖出去之外，他还做什么事呢？第一个，他还做比特币的交易。为什么做比特币交易？因为伊朗的成本非常低，因为它的原本的天然气或者是原本的石油价格就非常低，所以多到用不完，所以他就直接用这个电来挖矿，然后这个能源成本几乎是零，所以他们挖了非常多矿。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伊朗就把挖矿合法化，就国家公开的挖，那甚至员工矿工还能够用补贴的电力去挖这个比特币。他真的是王者，他是能源的王者，多到可以去搞这样。事实上，在很多这种所谓低原油的成本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呢，他挖出来是你要交给中央，交给央行，然后来购买这个食物啦，还有机械设备，然后绕开美元体系。所以过去为什么你明明说，伊朗被控制不能用美元，那你为什么还可以买这么多？因为他就把这个比特币当成是个交易，绕开了他的这个所谓美元体系嘛，对。那你就知道说，因为在这个美国轰炸伊朗的时候，你看伊朗最大交易所的这个提币的这个状况暴涨了700%。所以什么意思呢？就伊朗人很多人都有比特币啦，所以这时候呢，赶快把比特币提出来用的这个状况，所以比特币某些程度来说的话，其实比黄金货币还要更好用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现在呢，除了这个，我们就说在之前呢，美国对伊朗的攻击里面来说，其实他并没有攻击太多伊朗的民生设备的相关。但你看这几天他攻击一个东西，他攻击这个伊朗的国营银行的这个塞帕银行，就攻击它，很多地方就坍方的哈。那你想说，那你攻击这个塞帕银行的资料中心要干什么？它这主要是资料中心，那攻击它干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银行主要支付伊朗军方还有革命卫队的这个工资，所以我把你干掉之后呢，你就没办法付工资。对，赵恒，现在要打仗的时候，那你没有够钱，请问这会怎么样？粮饷没有了，前线的兵队会有叛军的，会有骚动啊，对，所以他就目前为止他就把它炸掉，他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情形哈。另外第二个，他目前为止来说，他们还醒过来，3月10号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说他们的银行被冻结，数十万人，因为什么？3月11号的这个就中断了，中断的时候就没想到，因为塞帕银行和伊朗国家银行的账户收到简讯，网站被屏蔽嘛，屏蔽的时候。这个线下管道就被禁用，无法登录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目前为止来说，在这场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伊朗一时间的时候，他是 ATM 完全当掉。对，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我要去领钱，我已经过得已经那么惨了，整个都当掉。他在网络上要领钱没有办法领，然后到 ATM 领钱也没办法领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呢，他等于把他金融完全都掐死了。对，所以很简单啦，他现在就是怎样？断你的这个所有的设备，你先把你的武器基地什么都炸掉，但你还有军人，那军人的话，那我怎么办？我没办法炸掉你啊，我就是让你没钱。那你没钱了，你没有军饷，那你可能就会叛变，或者说你可能就会出来，或者说投降。他现在用这种方法，你看他为什么他要断这个军方银行跟人民银行？第一个，因为伊朗目前为止的负担的速度的军品啊、燃料还有外汇存底的，都是由这2家银行支付。他现在就不给一般民众提领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现在伊朗显然
有一点点金融危机，那美国再给你炸这个所谓你们银行的相关的资料中心，就让你火上加油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美国真的在做一件事情，他知道恐怖主义溢价这件事情，是他真的无所不用其极，是不管在军事上面、网络上面，甚至银行、金融这种摊贩上面，对。他真的要把恐怖主义给掐断了。对，没错，他等于用各种方法来逼你出来跟我谈嘛，哈。那我们刚才讲，事实上这个今天大家这个讨论的另外议题就是，川普怎么在这个时候他又祭出一个所谓关税战？他不是要调查什么301条款？对。那我们讲301条款是这样子的，他要经过调查时间，所以他是需要一段时间100天左右的调查。那他这一次是用什么？他说100个国家里面来说，都有采取对美国商品不利的政策。好，那这个大家看的时候不飒飒。那我们第一个时间来说，我们说，我台湾会不会受到影响？美方也说我们的 ART 呢不会受到这个所谓301条款的影响。那他为什么要做对这么多国家发起这个调查呢？简单来说，其实它剑指的就是对美国有巨大贸易逆差，其实就针对中国而来。为什么针对中国而来？因为事实上跟这个美国有非常多贸易不利的政策。我们如果 ART 通过的话，我们对美国降税，我们还有不公平吗？就没有不公平啦，所以反而是他是要针对那些你已经跟美国有交易，你没有跟我签所谓关税协定的国家，我就会把你定义成你是这个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我这样一路看下来，恐怖主义溢价这件事情，感觉是在弄伊朗，是要把伊朗中立化。对，其实他在抓的是谁在帮助伊朗，谁在资助伊朗，对，他要源头把它断掉，打击就是中国了。对，所以那他这一个关税来说，我可以说301条款其实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他等于是怎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川普3月底要去访问中国，对，我还有一个301条款在上面，我是不是又多一个条件跟你谈判？所以说，其实大家不用太过紧张，这个应该跟台湾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它剑指中国。所以你看，其实美国希望原油价格往下跌，目的在什么？目的在这个通膨的这个把它降低。那同时之间呢，因为你价格很低的时候，中国反而就没有所谓的低原油的价格优势的时候，未来它的生产成本搞不好会比其他国家贵。他用这样的方法来绞杀中国的经济。国珍哥，我们刚刚讲到恐怖主义溢价，它不单单只是要把伊朗中立化之外，它也要去找出谁在支持恐怖主义的溢价。你看到《华尔街日报》今天报一个，他说美国司法部开始调查伊朗利用币安来规避制裁一事，里面有没有红圈画起来？他说这些钱是注册在哪里？在中国客户的名下，代表什么？这就是这个所谓资助恐怖主义的证据了。没错，所以就要打金融战，然后把这个切断，才有办法把伊斯兰恐怖主义给平衡掉。因为中国就是幕后最大的金主，所以美国为什么要查币安，查这个比特币跟虚拟币的交易？因为他发现其实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最大支持者就是中国，包括10亿美金，还有一笔叫17亿美金，都是从币安的账户，其中有10亿美金是从香港的 Brace Trust 去汇过去的。那汇过去之后支持谁？支持胡塞组织，胡塞组织再拿这些钱去到处去炸红海的油轮、货柜轮，结果造成运费上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2天不是有泰国的船被炸，对，有1100万桶中国的原油还可以运过去，代表什么？这些人是收了钱在办事，在制造恐怖主义。那谁得益？中国得益啊，因为泰国的货轮被炸得非常严重，中国船却放过去了，所以他在支持的过程中，自己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现在要摆平这场战争，其实不只是波湾在战争而已，还要怎么样打金融战，把这个钱给切断。所以香港其实一个关键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彭博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很有趣哦，中国动手了，加紧在对什么？中国香港的控管，那新闻怎么说？中国动手了？对，他在控管香港的资本市场哦。他要怎么查？查中信跟国泰这2个券商，然后查一个2017年的老案子，说，你们在内线交易啊，意思说我提早知道股票会涨会跌啊，卖了3亿啊。其实这些案子其实都是香港经常在发生嘛，股票内线交易在香港是屡见不鲜，而且自古以来都存在。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查？而且抓一些都是小案子，其实几亿元，又不是什么大案子。可是这代表什么？他在加紧控管香港的资本市场，要这些人怎么样？乖一点，听一点，听话一点，因为接下来金融战争就要开打了。所以他知道要开打，他要把这些人全部都锁紧，甚至我轻轻的敲打，
乖呀，要听话了，要打仗，要打金融战了。对，如果他们投到美国的怀抱怎么样？这些人就不好指挥嘛。我们很清楚嘛，胡塞组织的钱是从哪里去的？香港过去嘛。所以金融战要开打，这是路透。路透发现一个很奇异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出口最大弱点是什么？人民币的汇率涨跌嘛。一旦人民币飙很高，它的出口就惨了。因为它现在只剩一个引擎、一个轮子嘛。所以路透说，最近我发现一个事情哦，中国企业竟然在大幅操作外汇，而且官方竟然在鼓励哦。我们央行不会干这种事情，央行不会说，你们大家去炒汇，这件事情是不能出来。他路透竟然发现中国的央行，这是储备啊，这每年度来看，这最近1年，央行竟然大幅的在买外币，包括美元在内，竟然大幅买外币。你看到平常是没有的。这个是红色的。他最近2026年突然间大幅在操作外汇，这是中国的央行的外汇的储备，包括美元跟其他货币。其有21年有大幅增加，那一年是疫情嘛，所以疫情我们可以了解说它必须要操作。再来25年其实是金融那个贸易战，突然间现在多的比历史上都还要多，很奇怪吧？这个非常讶异。好，再来是带客户收外币的，突然间也是大幅增加，在操作外币耶。这边对完全冲了起来，对，一样。我们看这条线嘛，平常大概都会有操作嘛，这是中国民间客户在买外汇的，一样。21年是因为疫情，当然会突然增加一点，因为那一年是发生疫情，结果正常都是这样上上下下，突然间又增加，竟然鼓励中国的民间企业家大量去买外币，这个行为在什么？不是，这很奇怪啊！中国不是要推自己的人民币吗？那怎么从央行甚至到银行代客就收外币帮忙买？都买美元跟其他国家的币，代表他怎样？他在准备打一场金融战，他想要操控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的汇率涨跌是由中国的官方在指定的，而且甚至动用民间的。对，还有个异常的现象，这是《金融时报》引用美国外交协会的知名经济学家叫做赛特瑟，他发现我们都看到过去几年中国不是一直在卖美元国债吗？对，然后大家都以为它是去美元化吗？结果他竟然写了这篇文章说这个是假象。他发现一件事情是一样，就去年12月到1月买了大量的美金，买了1000亿美金跟700亿美金。怎么突然间中国买了大量的美金？结果他往下查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中国买这些并没有买美国的国债，也没有增加外汇存币的储存，没有放在美国的商业银行或者是美国的国债，而是把这些美金放到自家的仓库国有的商业银行里面。这是意思是什么？我们台湾不是会有很多外汇吗？对，我们会乖乖的把它放在美国的国债，或者是存在美国的商业银行。美国政府都知道我们有几毛钱放在哪里。对，结果他现在把这些钱从国债搬出来，把它从美国的银行搬出来，放到自己的商业银行里面，美国政府就看不到了。这代表什么？他在存美元，准备打一场所谓的金融战。仓库里面美元堆积如山，可是美元国债持有一直在往下降，这代表什么？中国是有计划性的在打一场金融战争。那为什么打金融战争？因为他没钱了，所以他更怕被美国插到弱点。如果到时候他出口倒了，他就完蛋了。他如果没有办法去支持恐怖主义，支持胡塞组织跟伊朗，这个经脉也会断了，所以他现在赶紧搬钱藏起来。那他现在中国有多惨？你看这李强的国家报告了，当然前面的冠冕堂皇了，可是看后面呢，苦练内功，苦字会出现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的挑战。练内功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苦啊。对，2026年中国是苦了嘛？我们把字嘛，因为它每一个字都很斟酌嘛，这些冠冕堂皇我们就不看到苦字就知道。好，财政部长就会讲实话，因为财政部长是要给钱的，他就讲说，目前的景象十分严峻，然后政府的账本正承受了紧平衡。你把严峻跟十分严峻跟紧平衡代表口袋没钱，甚至在借钱度日嘛。财政部长才会讲这样十分严峻。如果是李强讲的话，那不是糟了吗？可是因为这个人要付钱了，所以十分严峻跟紧平衡。剩税收在下滑，所以他要当什么？你知道吗？他自己说我要当铁公鸡，1毛不拔就对了。所以1毛钱，他现在不是1毛不拔，是1毛钱要掰成2半来花，要把政府的预算给大幅缩减7到10%，代表怎么样？中国政府确实没钱。然后我们再看到财政预算里面呢，有更严重的问题藏在里面。今年它总共支出是30兆，举债12兆，举债不是太大问题，因为
他欠钱欠很多，所以他举债只会越来越多。举债更可怕的事情，他竟然编了一笔3000亿人民币的预算给谁？你知道吗？给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这些国有银行可能有隐形债务，可能会倒掉。当他编了这个3000亿元，就知道他有真的大窟窿，而且这窟窿不单单只是能够补上哦，他或许还有很多的窟窿要等着补上的。对，然后问题出在哪？我们来看这条是政府收入的成长表，成长的曲线嘛。政府的支出，政府的收入是这条黑色的，跑来跑去嘛，哈。结果我们来看它的收入的变化，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这是税收，蓝色的是税收，红色的是土地。土地有卖土地，它就会增加；没卖土地，土地卖的比较少嘛，这是负成长嘛。对，它黑色收入就往上。那土地开始卖土地，它又会往上增加。那土地没有卖，又往下跑。到了2021年，又跑政府收入又增加嘛，土地卖到这，可是到后面没土地卖了，整个政府收入一直往下抛，代表什么？这个国家是靠卖土地在撑所谓的政府财政，所以美国现在如果针对它恐怖溢价，把它荡平，利用伊朗在石油在吃豆腐，把它荡平，然后发动金融战争，它就会碰到大问题了。宇轩，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出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他们冲这种 GDP 的方式嘛，是要盖基建或盖什么，但现在他们的债务已经越堆越高，再盖下去，真的会一路这样垮下去。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他还是要冲啊！中央这样什么，把公园给拆了，去盖什么东西？盖这个所谓的电池厂。结果你看到这么多人都出来抗议了。对，没有说错。你现在看到这是成千上万的居民完全包围住了他们这个场地，也就是他们施工场地，而且高唱的叫做《义勇军进行曲》，等于是呢跟官方进行交笑，说人民最大，我们人民才是主人。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呢？在中国维权围绕跟政府呛虾，因为他们要盖的这个所谓的电池厂我跟你讲，真的太离谱。距离比如说它的学校用地大概只有136公尺，对，距离它的建筑物只有144公尺，距离它东侧的居住用地，也就是一大堆居民就住在那边276公尺，甚至你知道它旁边还有什么吗？还有幼儿园。你知道它旁边还有什么吗？还有这种湿地的保护公园。结果中国不管你3721，搞得像是疯狂麦斯里面的场景，不是，这也太丑了吧！全部变沙漠，然后呢挖的我们讲的坑坑巴巴，像是月球表面，然后车辆呢大幅度的进在这边工作。但各位你想看电池厂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什么？爆炸、公安跟危险。所以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下，民众根本忍不下来这么多人是这样围着这个所谓的单位的主管，对，你要给我说法啊！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个道理很简单，你有办法去住在公园跟幼儿园旁边的这种社区，还有湿地的这种社区，一定是什么高级社区嘛？他们就开始跟警方爆发冲突，甚至是一度传出说很多人就这样直接被人抓走。对，那你现在看他们围着这个是他们的高阶领导跟警官他就直接跟人说下车，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你给我下车啊！但是我讲挡不住。管都没法管，因为现在这个状况在中国已经是无独有偶，不是只有单单一起。这也太凶了吧！是直接围着不让他走的。对啊，而且你知道吗？你这个警察，你说要500名还是上千名？是上万名，不够用了啦！上万名的民众就在这边。这个能源公司其实它叫做储能新能源，它先2期正式签约，对，但它签约的单位是谁呢？是跟当地的我们讲的政府。同时，他跟你讲说，它有很强劲的增长势头2026年1月呢，超过了90 GW 2024年呢，实现了350的爆发式成长。换言之，他们的官方在跟你传递一个讯息，说这家公司可以赚钱，而且符合中国的国家政策，对于未来的新能源以及电动车呢，需求非常强劲。再来，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是李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里面所做的政府报告，来着力构建新型的电力系统。加快智慧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能应用。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我跟你讲，这搞不好真的有政二代在里面。否则李强讲的话，对啊，然后这个地方还是就地方政府跟着做，对啊，就把民地公园整个都征收起来，对啊，就盖我的。因为你如果是一般的私人企业，哪有这么大的公权力？说我今天要铲平就铲平，我今天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你知道吗？它不是只有一个基地他现在砸了，我们讲了，他说年产值240亿，对不对？他220亿呢，我们讲应该是大型的投资。对，他说练视野新来一个点，武汉在这边嘛，这是其他的事，这是另外一个官仓，等于是他3点
变成一个黄金金三角。他说我这个黄金金三角呢是完整的电子产业链，未来呢不管是组装或者是模组，甚至是呢它的原料、它的化工厂，全部都要盖在这个金三角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代表说这整个区域全部都框列起来了嘛。再来第三件事情，看这很诡异哦，这个储能新能源哦，它2021年这成立，地点呢总部就在湖北武汉，对，然后开始就跟你讲说一站式的服务，我们有动力能源，我们有储存式能源，我们有新科技，我们有能源管理，我们有电网，然后开始跟各大中国电建、中核集团、中车集团、中储科技来造合。你发现这几个科技、这几个企业都是什么？都是国营关股啊。它全部都是跟国营关股下单啊，对，一家新成立的公司，那关股噼里啪啦全部弄下去，所以代表一件事情，中国它现在要追求，我们讲你要讲基建也好，或者它的新基建，也就是 AI 也好，电动车也好，已经着了魔。对他来讲 ，GDP 如果不再冲刺的话，演不下去了。所以我管你什么民不聊生，我管你民众要去哪里，我管你要做什么，我今天雷令风行，我说要干就要干。不是，这也太可怕。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连什么，连那种农民要去种田的那种田，都要被拿走的。那我靠什么吃喝？对，你知道这些地方哦，都算是我们讲的比较没有那么精华的地方。比如说这是江西的这个九江市，那原本呢，它这个家家户户，他们说这是他们的祖宅。什么叫祖宅？也就是呢，他们在这边呢也没有图什么，就是呢有个1亩3分地，每天这边种农田呢，然后拿去卖一些农产品蔬果，然后呢聊以果腹，作为我们讲维生的所需。对，结果没有想到，突然间有一天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来吓死了一堆警察。甚至你知道有什么吗？有军人啊，有军人哦，开始去把他们全部赶走，然后呢，大型开挖机具就进驻，开始一亩一亩的把他们所有的农田、良田呢翻成是烂土，因为你知道良田不能这样随便乱翻，你这个翻的时候，你如果正常的翻哦，是有助于它施肥，但是你翻成这样，整个地都会毁了，他就把你的地直接毁，让你根本呢，就算还回去了也没有用。强行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很多老阿伯啊、老阿嬷，甚至有阿嬷还受出他的手，说你看他都把我撞受伤了。他说那个警察就直接把我，公安就把我往那个车上推，这个手都受伤了。然后你看哦，甚至这个来，他说是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的基业、我们的主产都没了，然后你旁边这边还有种菜哦。那其他这边呢？没了，全部都挖烂了。这变成这样，原本还有一些菜有没有？对啊，现在完全都烂掉了。然后你看到这个军人，我还看到他们讲一件事情，说，他说不是啊。你们这个一天才多少钱啊？你们一天是几百块人民币啊？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他们还跑去问这些军人，问这些我们讲的武警，想说你怎么会去干这种事情？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哈，整个中国各地呢都大规模的开始，不只是把民众当远洋渔业，甚至连土地都要抢，恐怕呢对他的民众来说，要生存下去真的越来越困难。博仁姐，我们都知道这个荷姆斯危机是全球能源危机。你看这个画面，拿着钢瓶、瓦斯罐，我们冲啊！所以你看了是不是想说奇怪了？你叫瓦斯就叫瓦斯吧，你拿钢瓶去干嘛？后来现在发现，天哪，这个印度现在不只是说天然这个LPG， 也就是液化石油气缺，连钢瓶都缺到就把自己家里的空瓶拿去干嘛？看你那边有没有天然气来，赶快！你看每个人都自带钢瓶，每个人都自带钢瓶，而且我跟你讲，现在钢瓶价格飙涨啊！我问你，如果你拿钢瓶，你没有钢瓶，你怎么装天然气？对，这个 LPG 排队的人也太多了吧？而且他说有的真的是天亮都4点多来排啊，排了2、3个小时、3、4个小时，怎么排就没有排到，然后有人排到昏倒，你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有一个女的就排就昏倒。为了去抢这个天然气，我们刚刚看到跑了过来，结果现在是人太多，排到晕倒了。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排成这样吗？因为你在家里你自己煮饭，你就要用这个嘎薯啊，你也没嘎薯。我们现在是因为有那个这个天然瓦斯，你现在没有嘎薯的情况下，你怎么煮？对，所以每个人家里都要吃饭嘛，所以没有办法煮饭。而且呢，我跟你讲，最受伤最严重的是孟买，他们说他们现在至少有2到3成的餐厅，因为没有这一个就是瓦斯桶，没有办法叫瓦斯的情况之下，所以竟然要关门他说他再拖1个月，再拖1个礼拜。5成的餐饮店都要关门，而且慧珍，你看哦，这个画面真的太夸张，这是店还没有开始开哦，还没有卖哦。来，我们看这画面，从头到尾这么多人，凌晨3点就来排，太夸张了。结果他就说，现在不是这样子，你就算是我们可能有新的这个气来，可是你没有钢瓶也没办法装啊。缺到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现在政府说，你要出示相关瓦斯存折，而
而且要实名制，它要杜绝大家在囤货的这种状况。然后印度现在是这样，进口要进口了这个液化石油气，也就是瓦斯，大概有60%靠进口，然后其中有90%全部都走荷姆兹海峡。而且，慧珍让我觉得最不敢相信的是什么？为了抢瓦斯怎么样？他不单只有拿刀什么，他竟然跟警方枪战，那个是多么大的生存危机，竟然拿枪去跟警方开战的。是，而且我跟你讲，他很可怕哦。他这个礼拜3上午，他们枪战，他们总共追回多少了？524个被偷的这一个整个液化石油气，就我们瓦斯桶啦。对。然后捕捉了7名嫌犯。他说，这些瓦斯钢瓶啊，竟然超过58.6万台币耶。上周五被窃，它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不是说你里面有气抢你的气，现在是你连空瓶都被抢，因为你没有这个钢瓶，你没有办法去装这个液化石油气嘛，所以他们就说现在夸张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而且他们逮捕了几个嫌犯，24岁、25岁跟36岁，他们说还起出那个手枪，钢瓶会爆炸了，好不好？你还没拿手枪，你就知道现在这个为了钱为了抢这个汽油，真的是都疯狂了。而且他们也太可怕，你看他说缴获524个燃气罐。其中135个是空的，已被售出。等于是什么？收赃物的人还挺多的。对，大家都在抢，太夸张了。有气就好，因为如果你一旦没气的话，我连家里老小吃饭该怎么办？警察现在就开始这个宣布破案的警队要支付大概快8600块的台币。那搞到现在，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就怕大家竞相学习啊，每个人都去勒索，就是抢这个钢瓶。更可怕的是，没有那个瓦斯桶这件事情，竟然会影响到什么？没有办法结婚。你想说结婚就结婚啊？为什么？因为你结婚要板德啊，板德要有烤饼啊，你连饼都不让人家吃，那能看吗？所以现在他们讲说，大概有1000场的婚宴因为这样子陷入一片混乱。结果你知道更夸张的是，有一个咖啡厅老板他说，在班加罗尔我们现在1桶这个瓦斯竟然要涨价2760块新台币。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